奥德利夫人的秘密。玛丽伊丽莎白·布雷登。第8章。暴风雨前。因此，奥德利庄园的晚餐推迟了。艾莉西亚小姐要等更长的时间，才能见到那位英俊的年轻官夫乔治·托尔伯伊斯先生。说实话，我恐怕这位年轻小姐对乔治的兴趣多少有些做作。但如果可怜的艾莉西亚曾有那么一瞬间想过，通过这种兴趣的表露，在他表哥心中激起一丝嫉妒，那他对罗伯特·奥德利的性情了解的还不够透彻。这位年轻的律师懒散、英俊、冷漠，他对待生活的态度是认为任何一个有理智的人在人生这空虚的旅程中，严肃地对待任何事情都是一种荒谬的错误。他那位漂亮、肤色略深的表妹很可能已经深深地爱上了他，并且可能以女士们那种迷人的、迂回的方式，一年365天，每天100遍地向他百遍地向他表达这种情感。但是，如果他没有等到某个幸运的2月29日，直截了当地对他说：“罗伯特，你愿意娶我吗？”我非常怀疑他是否能察觉到艾莉西亚感情的深切程度。即便他爱上了她，我想他那温柔的情感在他身上也会是一种如此模糊而微弱的感觉，以至于他很可能带着一种轻微的不安离世。这种不安既可能归咎于爱情，也可能归咎于消化不良。除此之外，他对自己的状况不会有更深刻的认识。所以，我可怜的艾莉西亚，在那2个男人待在埃塞克斯的3天里，你在奥德利周围的小路上徘徊是徒劳的。你戴着那顶漂亮的、插着羽毛的软帽，一次又一次地以最奇妙的巧合遇到罗伯特和他的朋友。也是枉然，你那乌黑的卷发与奥德利夫人那轻盈的金色卷发截然不同。那是浓密的卷发，垂落在你纤细黝黑的脖颈上，你那红润的双唇和撅起的嘴角，你那略微上翘的鼻子，你那黝黑的肤色，带着一抹鲜艳的绯红。当你突然遇到你那冷漠的表哥时，总是像黑夜中的灯塔一样抬起头来。所有这些黝黑、妩媚、俏皮的美丽，在罗伯特·奥德利那迟钝的眼睛里都白费了。鉴于这种情况，你还不如在奥德利庄园凉爽的客厅里休息，而不是在9月炎热的阳光下累坏你那匹漂亮的母马。说到钓鱼，除了艾萨克·沃尔顿的忠实信徒之外，这并不是一项非常有趣的消遣。因此，在奥德利夫人离开后的第2天，这2个男人，其中一个因为心中那道默默流血的伤口而无法享受任何乐趣，而另一个则认为快乐是一种消极的烦恼，开始对奥德利周围蜿蜒小溪边垂柳的阴影感到厌倦。这或许并不奇怪。无花果树庭院在暑假期间并不是一个很愉快的地方，罗伯特若有所思地说。但我认为，总的来说，它比这里好。至少它离烟草店很近。他补充道，无可奈何地吸着一支从太阳客栈老板那里弄来的劣质雪茄。乔治·托尔伯伊斯是为了取悦朋友才同意参加这次埃塞克斯之行的，他并不反对立刻返回伦敦。我倒不介意回去，鲍勃，他说，因为我想去南安普敦。我已经1个多月没见到小家伙了。他总是称呼儿子为小家伙，而且总是用一种悲伤而不是喜悦的语气谈论他。想到儿子似乎并不能给他带来任何安慰。他解释这种感觉时说，他觉得孩子永远不会学会爱他。更糟糕的是，这种感觉是一种不祥的预感，预示着他活不到小乔吉长大成人。
我不是一个浪漫的人。鲍勃，他有时会说，我这辈子读过的诗，没有一句不觉得是一堆没什么意义的词藻。但是自从我妻子去世后，我总有一种异样的感觉。我觉得自己像一个站在漫长低矮海岸边的人，身后是可怕的悬崖峭壁，潮水正缓慢而坚定地向他脚下涌来。我觉得那黑色无情的潮水每天都在上涨，它不是迅速而喧嚣地向我逼近，而是缓慢地、悄无声息地、鬼祟祟地向我划来，准备在我最意想不到的时候将我吞噬。罗伯特·奥德利惊讶而沉默地看着他的朋友，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后，郑重地宣称：“乔治·托尔博伊斯，如果你最近几天晚餐吃的太多，我能理解这种感觉，尤其是冷培根，如果没煮熟，很容易引起这种感觉。你需要换换空气，亲爱的朋友。你需要无花果树庭院清新的微风和舰队街轻松的氛围。或者，等等。”他突然补充道，我想到了，你一直在抽我们那位店主朋友的雪茄。这就解释了一切。在他们决定第二天一早就离开埃塞克斯大约半小时后，他们遇到了骑着母马的艾莉西亚·奥德利。得知表哥的决定后，这位年轻小姐非常惊讶和失望。正因为如此，她假装对此事毫不在意。你这么快就厌倦奥德利了，罗伯特，他漫不经心地说。不过，当然了，除了奥德利庄园的家人，你在这里也没有什么朋友。而在伦敦，毫无疑问，你有很多上流社会的朋友。而且，我能买到好烟草。罗伯特咕哝着，打断了他表妹的话。奥德利是个可爱的地方，但是当一个人被迫抽干白菜叶的时候，你知道的，艾莉西亚。那么，你们明天早上真的要走吗？是的，坐10:50的特快。那样的话，奥德利夫人就没有机会认识托尔博伊斯先生了，而托尔博伊斯先生也会错过一睹埃塞克斯郡最美丽的女人芳容的机会。乔治结结巴巴地说。埃塞克斯郡最美丽的女人，恐怕很难赢得我朋友乔治·托尔博伊斯的青睐，罗伯特断言。他的心在南安普敦，那里住着他那卷发的、身高不过2拃的小儿子，那孩子管他叫大个子先生，还向他要梅子糖。我今晚游班截止前会给我继母写信，艾莉西亚说。他在信中特意问我你们要在这里待多久，以及他是否有机会及时赶回来接待你们。艾莉西亚小姐一边说，一边从骑马装的口袋里掏出一封信。那是一张特别的便笺，写在一种奇特的奶油色光面纸上。他在附言里说，务必回答我关于奥德利先生和他朋友的问题，艾莉西亚，你总是那么健忘和靠不住。引号。多么漂亮的字迹！罗伯特在他表妹折起便笺时叫道。是的，很漂亮，不是吗？看看吧，罗伯特。艾莉西亚把信放在他手里，罗伯特懒洋洋地看了几分钟，而艾莉西亚则拍了拍那匹急于再次奔驰的栗色母马优美的脖颈。马上，阿塔兰塔，马上！把便笺还给我，鲍勃。这是我见过的最妩媚、最纤巧的字迹，艾莉西亚。我从来不相信那些向你要13张邮票，然后告诉你一些你自己永远也发现不了的事情的人。但是请相信我，如果我从未见过你的婶婶，单凭这张纸，我就能知道她长什么样。是的，这里什么都有，金色、纤细、柔顺的卷发，轮廓分明的眉毛，小巧挺直的鼻子，迷人的孩子般的微笑。所有这些
都能从这寥寥几笔优美的上下起伏的笔画中猜出。乔治，看看这个。乔治·托尔博伊斯则心不在焉，神情阴郁，已经开始在一条沟渠边踱步，用手杖拨弄着灯芯草，离罗伯特和艾莉西亚大约有12步远。别费事了，年轻小姐不耐烦地说，因为她对米莱迪这张小纸条的长篇大论并不怎么感兴趣。把信给我，让我走吧。已经8点多了，我必须在今晚邮班截止前回复。走吧，阿塔兰塔。再见，罗伯特。再见，托尔博伊斯先生。祝你们回伦敦旅途愉快。利瑟姆马沿着小路轻快地跑远了。艾莉西亚小姐在2滴因愤怒而涌上眼眶，却因骄傲而未曾落下的泪水夺眶而出之前，便消失在他们的视线之外。我在这世上只有一个表哥，他激动地叫道，除了爸爸之外，我最亲近的亲人，而他关心我就像关心邻居家的狗一样。然而，由于一个小小的意外，罗伯特和他的朋友第2天早上并没有乘坐10点50的特快列车离开。这位年轻的律师醒来时头痛欲裂，他恳求乔治在客栈要一杯尽可能浓的绿茶，并将行程推迟到第2天。乔治自然同意了。罗伯特·奥德利整个上午都躺在一间光线昏暗的房间里，只有一份5天前的切尔姆斯福德记事报作伴。都是那些雪茄的错，乔治，他不停地重复着。带我离开这个地方，别让我见到那个店主，因为如果我遇到那个人，恐怕会发生流血事件。幸运的是，那天恰逢切尔姆斯福德的集市日，那位可敬的店主已经驾着马车去采购必需品了，或许其中就包括一盒让罗伯特如此不适的雪茄。2个男人以可以想象的最无聊、最缓慢、最愚蠢、最无用的方式度过了一天。傍晚时分，奥德利先生提议他们溜达到奥德利庄园，请艾莉西亚带他们参观一下房子。这样我们就能消磨几个小时了，乔治。而且，你没看过那座宅邸就离开奥德利，我会非常难过的。我向你保证，那地方值得一看。当他们抄近路，穿过草地，爬过一道栅栏上的梯子，进入通往拱门的林荫道时，太阳已经低垂在天边了。那是一个火红的、沉闷的、令人不安的黄昏，空气中弥漫着一种坟墓般的寂静，甚至吓跑了那些打算歌唱的小鸟，把田野留给了几只在沟渠里呱呱叫着的鹰显得轻。尽管四周一片寂静，树叶却带着一种不祥的、颤抖的摆动。这并非来自任何外力，而是脆弱树枝本能的骚动，预示着一场即将来临的风暴。那个没用的钟，没有中间状态，总是直接从1个小时跳到下1个小时。当2个男人走过拱门时，他正指着7点，尽管实际上已经快8点了。他们在椴树林荫道上找到了艾莉西亚，她正懒洋洋地在树木浓密的阴影下来回踱步，不时有一片枯叶缓缓飘落。奇怪的是，平时很少注意什么的乔治·托尔博伊斯，却对这个地方表现出了兴趣。这应该是一条通往墓地的林荫道，他说，死者在这片浓荫下会多么安详地长眠呐！但愿文特诺的墓地也是这样。他们走到古井旁，艾莉西亚给他们讲了一个与此地有关的古老传说，一个阴郁的故事，就像人们通常讲述的那些废弃房屋的故事一样，仿佛过去是一页充满痛苦和罪恶的黑暗篇章。我们想在天黑前看看房子，艾莉西亚，罗伯特说。那样的话，我们得快点，他回答。走吧。他从一扇几年前修复过的玻璃门走进图书馆，从那里
他们又进入了一个客厅。在那里，他们与米莱迪那位脸色苍白的侍女擦肩而过。她从浅色的睫毛下偷偷地打量着两位男士。他们正要上楼时，艾莉西亚转过身，对那姑娘说：“参观完客厅后，我想带这两位先生看看奥德利夫人的套房。可以参观吗，菲比？”“可以，小姐，但是前厅的门锁着，我想夫人把钥匙带到伦敦去了。”“把钥匙带走了？不可能！”艾莉西亚叫道。“不，小姐，我想是这样的，我找不到它，而且它总是锁在锁孔里的。”说实话，艾莉西亚不耐烦地说，米莱迪这种古怪的行为，我一点也不惊讶。我想他是怕我们进入他的套房，翻看他漂亮的衣服，摆弄他的珠宝。这真让我恼火，因为房子里最好的画都在那个前厅里。还有他的画像，虽然没有画完，但非常逼真。他的画像，罗伯特·奥德利叫道，我愿意付出一切代价去看他，因为我对他的容貌只有一个模糊的印象。难道没有别的办法进入那个房间吗，艾莉西亚？别的办法？是的，难道没有别的门通向其他房间？我们可以从那些房间到达那里吗？他的表妹摇了摇头，领他们来到一条挂着几幅家族肖像的走廊。他给他们看了一个完全用织锦装饰的房间，在昏暗的光线下，褪色织锦上的图案显得阴森可怖。那个拿着战斧的家伙好像想劈开乔治的脑袋。奥德利先生指着一个凶猛的武士说道，他举起的胳膊似乎正悬在乔治·托尔博伊斯的头上。我们离开这个房间吧，艾莉西亚。这里太潮湿了，甚至看起来有点闹鬼。我认为鬼魂是潮湿的结果。如果你睡在潮湿的床上，你会在深夜突然惊醒，打个寒战，然后看到一位穿着乔治一世时期宫廷服饰的老妇人坐在床角。那位老妇人其实是消化不良，而那个寒战则是潮湿的床单。客厅里点着蜡烛，现代的灯具还没有进入奥德利庄园。迈克尔爵士的房间里点着粗大的黄色蜡烛，插在墙上巨大的银质烛台里。客厅里没什么可看的，乔治·托尔博伊斯很快就厌倦了打量那些现代家具和几幅皇家艺术院院士画的画作。房子里难道没有秘密通道、古老的橡木箱子之类的东西吗？艾莉西亚，罗伯特问道。当然有，艾莉西亚小姐叫道，语气之热切让她的表哥吃了一惊。当然有，我怎么没想到呢？我真是太傻了。为什么傻？因为如果你们不介意爬行的话，就能进入夫人的套房，因为那条通道通向她的更衣室。我想她自己都不知道。如果某个蒙面窃贼提着一盏暗灯，在她坐在镜子前梳头准备参加宴会的时候，突然从地板下冒出来，她会多么惊讶啊！我们试试秘密通道怎么样，乔治？奥德利先生问道。好吧，如果你愿意的话。艾莉西亚领他们来到曾经是他游戏室的房间。现在这个房间已经不用了，除非房子里挤满了客人。罗伯特·奥德利按照表妹的指示，掀开地毯的一角，发现橡木地板上有一扇相当粗糙的活板门。仔细听我说，艾莉西亚说，你们必须手脚并用才能进入通道。通道只有1米多高，弯下腰，一直走到一个向左拐弯的地方。在那段路的尽头，你们会发现一个梯子，梯子下面也有一扇这样的活板门。你们必须把它的插销拉开，那扇活板门通向夫人的更衣室，在一块
很容易掀开的方形波斯地毯下面。你们明白了吗？完全明白。那么你拿着蜡烛，托尔博伊斯先生跟着你，我给你们20分钟欣赏那些画，也就是说，每幅画大约1分钟。时间到了之后，我等你们回来。罗伯特毫不犹豫地照办了，乔治则顺从地跟在朋友后面。5分钟后，他发现自己置身于奥德利夫人更衣室那优雅的凌乱之中。米莱迪为了那次突如其来的伦敦之行而匆忙离家，因此他所有的梳妆用品都散落在梳妆台的大理石台面上。房间里弥漫着一种令人窒息的浓郁香气，那是没有盖紧金色瓶盖的香水瓶散发出来的。一束温室里的鲜花正在一张小写字台上枯萎。地上扔着2、3件漂亮的连衣裙，一个衣柜的门敞开着，露出了里面珍藏的宝物。房间各处都摆放着珠宝、象牙贝的梳子和精美的瓷器。乔治·托尔博伊斯在穿衣镜里看到了自己蓄着胡须的脸庞和瘦削严峻的身影。他惊讶地发现自己与这些女性化的奢侈品是多么格格不入。从更衣室，他们来到梳妆室，又从那里来到前厅。正如艾莉西亚所说，那里挂着大约20幅价值不菲的画作，以及米莱迪的肖像。女主人的肖像放在一个盖着绿色绒布的画架上，位于8角形房间的中央。画家选择让她站在这同一个房间里，以忠实复制的彩绘墙壁为背景。恐怕这位年轻人属于拉斐尔前派兄弟会，因为他花费了过多的时间在画作的配饰上，在夫人美丽的卷发上，以及他那件深红色天鹅绒连衣裙厚色天鹅绒连衣裙厚重的褶皱上。2个男人先欣赏了墙上的画作，把那幅未完成的肖像留作压轴好戏。此时天色已晚，罗伯特手中那支唯一的蜡烛，在他依次站在画前时，只能投射出一个小小的光圈。宽阔的、没有窗帘的窗户正对着苍白的天空，天空上还残留着几乎消逝的黄昏的最后一抹余晖。常春藤摩擦着玻璃，发出与花园里所有树叶一样令人不安的颤抖声，预示着即将来临的风暴。啊，又是我们朋友那些永恒的白马。罗伯特在一幅沃夫曼的画前停下来说：“尼古拉普桑、萨尔瓦托。现在让我们看看肖像吧。”他把手放在绒布上，郑重地对朋友说：“乔治·托尔博伊斯。”他开口道：“我们只有1支蜡烛，光线非常不适合欣赏画作，因此，请允许我建议我们轮流欣赏。因为没有什么比一个人站在你身后，越过你的肩膀，看画更令人不快的事情了。”乔治退开了。女主人的肖像对他来说，和世间其他烦恼一样，引不起丝毫兴趣。他退后几步，把额头靠在窗玻璃上，让目光消失在夜色中。当他转过身时，看到罗伯特已经把画架摆放妥当，并且坐在画架前的一把椅子上，准备舒舒服服地欣赏画作。乔治转过身时，他站了起来。“现在轮到你了，托尔博伊斯。”他说，“这是一幅非同凡响的肖像。”他站到乔治先前在窗边的位置，乔治则坐在画架前的椅子上。“是的。这位画家一定是拉斐尔前派，只有拉斐尔前派才会一根根地画出那些金色柔顺的卷发，画出每一丝金光和每一种淡铜色的色调。只有拉斐尔前派才会如此夸张地描绘那张精致脸庞的每一个特征，赋予他白皙的肌肤一种苍白的光泽，并赋予他深蓝色眼睛一种阴森奇异的光芒。只有拉斐尔前派才会赋予那张美丽撅起的嘴唇一种坚硬的、近乎邪恶的神情。
它既像又不像，仿佛在米莱迪的脸前燃烧着奇异色彩的火焰，受其影响，赋予了他前所未见的新线条和新表情。五官的完美，色彩的明亮都在那里，但我猜想这位画家一定临摹了太多怪诞的中世纪怪物，以至于米莱迪在他的肖像中带有一种崇高恶魔般的神情。那件深红色的连衣裙，像这幅奇怪画作中的其他一切一样，被夸大了，形成的褶皱看起来像火焰。它金色的头颅从那片耀眼的色彩中探出，仿佛从一场猛烈的火灾中出现一样。事实上，深红色的连衣裙，脸上反射的阳光，金色头发的红润光泽，嘴唇的鲜红，背景中每一个元素的鲜艳色彩都画得如此细致，所有这些结合在一起，使得第一次看到这幅肖像时的感觉远非愉快。然而，无论这幅画多么奇怪，它并没有给乔治·托尔伯伊斯留下任何值得一提的印象。他一言不发地在画前坐了一刻钟，目光迷失在画布上，右手紧紧地握着烛台，左臂垂在一旁。他在同一个姿势中停留了很长时间，以至于罗伯特最终转过身来。哇，乔治，我还以为你睡着了呢。我差一点就睡着了。你因为待在那个潮湿的织锦房间里而感冒了。听清楚我说的话，乔治·托尔伯伊斯，你感冒了。你的声音比乌鸦还沙哑。走吧。罗伯特·奥德利从朋友手中接过蜡烛，沿着秘密通道返回。乔治跟在他身后，他非常安静，这对他来说已经是常态，尽管在这种情况下，或许比平时更加沉默。他们在游戏室里找到了正在等待他们的艾莉西亚。怎么样？他问道。我们玩得很开心，但我不喜欢这幅肖像，它有些奇怪的地方。是的，艾莉西亚同意道。我对此有一个解释。我认为有时一位画家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了启发，能够从脸部自然的表情中看到另一种也属于脸部一部分，但对其他人来说是看不见的表情。我们从未见过米莱迪脸上出现那幅肖像中的神情，但我认为他可能会有。艾莉西亚·罗伯特·奥德利恳求地说：“别像德国人一样。”但是，罗伯特，别像德国人一样。艾莉西亚，我求你了。肖像是肖像，米莱迪是米莱迪，这是我看待事物的方式。我不是形而上学者，别把我弄糊涂了。他带着一种真正惊恐的表情重复了几遍这些话，然后在借了一把雨伞，以防被暴风雨淋到之后，他带着沉默寡言的乔治·托尔伯伊斯离开了奥德利庄园。当他们到达拱门时，那个没用的钟上唯一的指针正指向9点，但就在他们穿过拱门之前，他们不得不让到一边，让一辆马车通过。那辆马车飞驰而过，几乎擦到了他们。那是一辆从村里租来的马车，但奥德利夫人粉红色的脸庞从车窗里探了出来。尽管天色已晚，她还是注意到了2个男人的身影。是谁在那里？他探出头问道。是园丁吗？不，亲爱的姑姑，罗伯特笑着回答，是您忠实的侄子。他和乔治站在拱门旁，马车停在门口，吃惊的仆人们出来迎接主人。我想今晚不会有暴风雨，从男爵仰望天空说道，但我敢肯定明天会下雨。